咁舊家私新設計點樣融合得嚟又唔突兀呢？嗱，今集沙田第一城嘅設計單位或者會俾到啲靈感大家。咁睇片之前啦，如果你仲未訂閱呢個 channel，就記得 subscribe 同埋撳埋隔離個鐘仔啦。今集參觀嘅沙田第一城，相信大家都唔陌生㗎啦。咁事關沙田係第一批發展嘅新市鎮嚟㗎。早喺70年代，政府就幫沙田填海工程招標，咁結果就由恒地、新世界、新地同埋長實呢4大發展商投得。咁填海工程做完之後，發展商就要將70%嘅用地俾翻政府，咁嚟到發展做公屋同社區設施。咁剩低大概250萬尺嘅用地，就建成沙田第一城。屋苑一共有52座，提供超過1萬伙，係新界東最大規模嘅指標屋苑，涵蓋2房到3房間隔，喺1981到1987年期間落成，樓齡介乎39到45年。沙田第一城嘅地段編號正正就係沙田市地段第1號。咁作為區內第一批主要發展嘅私樓，呢一個屋苑有2個商場同1個街市，亦都有唔少康樂設施，例如係室外泳池、球場等等，仲有埋停車場嚟到迎合揸車人士嘅需要。嗱，雖然今日望落就冇咩咁出奇，但係齊全嘅購物配套就係當年新市鎮嘅私樓典範。沙田第一城，環境優美，2房1廳，只就18萬幾起。沙田第一城，擺明樣樣都喺眼前。18萬幾，去到今日已經升值咗大概20倍啦。咁睇翻我哋嘅8House App，近日嘅2房成交價至少都要大概380萬，維翻每一尺超過13,000蚊。而今集參觀嘅設計單位就係3房間隔嚟㗎，實用面積707尺。咁業主喺2024年以大概780萬買入，維翻每一尺大概11,000蚊到。屋主就係一對準備退休嘅夫婦嚟㗎。單位嘅原則係3房1套，但係因為得2個人住，就改咗做2房1套。咁一齊聽下設計師講下佢哋對單位有咩要求啊？因為佢哋都會覺得日常清潔會比較麻煩啦，佢想今次嘅單位其實係易於會清潔。咁第二樣嘢，其實佢哋就會有幾個跟咗佢哋都有30年多嘅家私想帶嚟。咁第3樣，其實佢哋因為開始會迎接退休，咁佢想喺出入上或者嗰個機動性上會安全啲。雖然單位位於屋苑最新嘅第7期，咁但係樓齡都有成39年㗎啦。由裝修之前嘅相就見到，原先裝修都幾有年代感，廚廁都有明顯使用痕跡，但係都睇得出清空晒啲家私之後，個廳同埋啲房都唔細㗎，應該就有唔少空間俾設計師發揮。於入屋睇睇啦。咁一入到嚟呢個玄關位咧，設計師咧就用咗啲6角磚咧去區分呢個空間出嚟啦。咁加埋側邊有個鞋櫃啊，咁戶主咧就可以除完鞋先至正式走入去客廳度啦。入到嚟客飯廳，成間屋俾我一種好簡潔嘅感覺，咁但係同時又有一種復古嘅氛圍。大家又估唔估到邊啲家私係戶主帶嚟嘅呢？阿希 Man 嚟到飯廳個位啦，咁一睇咧個飯台就應該係新買啦。咁但係呢一個儲物櫃咧，望落就有啲年代咁，係咪戶主留低嘅家私之一？係啊，呢一個其實係佢用咗差唔多30年多嘅。咁你見呢個家私其實係一個花梨木嘅家私啦。咁但係你唔會覺得有新舊之分。同埋你有冇見到呢啲咧？同色手其實我哋都做咗好多唔同嘅燈具配襯翻啦。除咗儲物櫃，電視機櫃同埋茶几都係業主帶嚟㗎，而呢一啲舊家私亦都定調咗成間屋嘅設計風格。我哋覺得原來呢幾件嘢好有價值啊，或者跟咗佢哋好耐嘅感情，咁所以我哋特別用一個類似叫 MCM 嘅手法。咁你見我哋用咗好多胡桃木啊，咁我哋用呢個顏色去包裝咗。其實我哋再用一啲自然嘅物料啊，用咗少量嘅幾何圖案放咗喺房間，咁樣就可以凸顯翻嗰個線條嗰個乾淨。咁但係亦都係可以帶到出我個感覺係包裝咗呢3個家具，你做到一種好似復古得嚟，但係有現代主義嘅感覺。其中一組比較大型嘅胡桃木式家私，咁就係餐台側邊嘅餐邊櫃啦。做到上頂，中間鏤空個位可以做一個小茶水間，同時嵌入一個大雪櫃。
咁至於物料方面，牆身大面積咁樣用到凍石板，由大門一直延伸過去梳化嗰邊。喺個客廳，你真係實際去計有幾多幅牆身係見到油漆咧？其實應該得2幅。咁我哋其他嘅物料，其實我哋用好多凍石板啦。你見到我哋用咗好多唔同嘅直距嘅間條啦，去做唔同分隔啦。其實有2個作用嘅。第一個作用其實我哋要幫翻凍石板去修飾翻嘅邊位。咁第二樣嘢其實我哋想做咗唔同嘅分隔，類似你會見到入門口我哋有個電掣啦，叫個燈，跟住就有個櫃。咁喺隔離兩邊就梳化，分咗唔同嘅位置，去慢慢卜咁樣跳入個空間。因為獨一無二嘅紋理，凍石板可以帶出一種天然而又充滿層次感嘅設計效果。咁如果單位想用呢種物料，又需要啲乜嘢條件呢？因為你要大面積先好睇，咁可能你個空間上個廳正方方，其實你就可以有潛力去用到呢件事啦。咁同埋我覺得要考慮點樣拎一幅最闊嘅牆咯，因為講緊而家我哋嗰幅牆差唔多成6米幾闊，咁變相你做出嚟我個視覺上個震撼感會好多。Hayman連窗台位置都冇放過㗎，繼續用咗石材嚟到貫穿全屋嘅設計。咁啊，窗台位置咧，通常咧都係用一啲雲石多啦。咁但係呢一間屋咧就係用石英石嘅。你見到咧客廳呢一塊咧，佢就係深灰色啦。咁啊可以呼應翻客廳嘅其他家私。咁另外咧就係佢個表面咧摸落去咧都會比較雅新一啲嘅，亦都係呼應翻今次嘅設計主題。除咗木色、灰色都係大廳嘅主調之一。地磚、餐台、餐凳、梳化連埋電視機櫃下面嘅底板都用咗深淺不一嘅灰色。咁見到呢個電視機櫃下面就加裝咗個板啦。其實點解會咁做呢？因為你會見到佢有個底板同背板啦，變相就好似托咗呢幾個櫃做一個 display。同埋你見到顏色我特登揀咗灰色啦，咁就變相佢新買嘅梳化同埋餐台嘅家私個色調都會統一翻。透過直行間條，Hayman就將電視機同埋梳化好似一幅畫咁樣框咗起嚟，用牆身設計嚟到襯托大型家私。咁成個廳嘅線條咁工整，除咗因為用咗唔少直行間條，亦都因為間隔方面做咗個小改動。咁原則嘅浴室咧，大概就係嚟到呢個位置啦。咁但係而家咧就擴闊咗。咁我覺得有2個好處嘅。咁第一咧就係客飯兩廳嘅牆身咧就可以拉平翻啦。咁第二咧就係呢一度咧可以做到一個儲物櫃啦。呢一個儲物櫃其實係1櫃2用㗎。對外向走廊嗰邊就做咗收納空間，而對內向浴室嗰邊就擺咗部洗衣機。原跡呢一個浴室雖然都擺得落座廁、企缸同洗手盆，咁但係空間就比較逼狹啦。而家擴闊咗，除咗多咗走動空間，亦都加入咗一啲安全設施。但為咗應付第時嘅退休需要啦，咁設計師咧都好貼心㗎。無論係套廁啦，定係客廁呢一度啦，咁座廁側邊咧都裝咗個扶手，咁方便咧第時起身嘅時候咧就可以借一借力啦。企缸裡面都用咗一種防滑係數比較高嘅瓷磚嚟到防止跣親。重新佈局過客廁嘅空間之後，甚至可以裝埋鏡櫃。喺一啲嘅線條設計方面，亦都延續返大廳嘅風格。其實我哋都延伸到去浴室都有一啲調節嘅分隔啦。even 你去到我哋客廁浴室嗰個玻璃鏡櫃，其實我哋喺個鏡裏面分咗2個嘅。其實你一塊過做出嚟，可能個感覺個乾淨度冇咁多。我係想去 consistent 地去唔同嘅位置，你都有呢個嘅包裝。咁事實上，原跡套廁嘅面積就同客廁一樣比較細，所以設計師都做咗啲改動嚟到擴大日常嘅活動空間。Hayman，其實戶主咧真係2個人住啦，咁啊2個廁所本身都唔會話爭廁所用，咁點解都要將套廁個洗手盆擺出嚟咧？因為本身佢入面咧，個浴室其實佢有個洗手盆啊、企缸同埋廁所度啦，咁其實好逼嘅。咁而家就可以將入面個空間變翻大啦。咁我哋將洗手盆放咗出嚟之餘咧，就方便你日常嘅動線生活使用啦。咁亦都可以有個 feature wall 啦，即係你入到呢個位，咁就會見到2個玻璃屏風之餘咧，亦都可以同出面嗰個空間聯繫翻咯。雖然只係一個細細嘅洗手位置，咁但係兩邊嘅屏風就可以凸顯出呢個空間啦。同時採用木材同石材呢一啲嘅天然物料，去配合翻整體嘅設計風格。咁因為洗手盆搬咗出去，而家套廁裡面嘅企缸就可以進一步加大啦。沖涼嗰陣都可以有多啲走動身位。
房間嘅佈局經過改動之後，套廁就啱啱好可以用嚟區分寢區同埋衣帽間呢兩個空間。咁原跡走廊尾位咧就有2間房啦，但係而家見到咧就打通咗一間大嘅主人房，咁所以咧一邊就可以做寢區，跟住另外嗰邊咧就可以做晒衣帽間啦。嗱，因為而家呢度咧就唔使話做衣櫃啊，咁所以你見到咧擺完張雙人床啦，仲可以係3邊落床啦，咁跟住呢邊咧仲可以擺多個電視機櫃。Heyman 都建議，對於嚟緊要迎接退休生活嘅朋友，咁如果空間許可嘅話，喺寢區佈局方面，盡量做翻3邊落床，同埋預留翻多啲空間走動就會比較好啦。3邊落床其實係都方便到退休嘅人士，因為你真係整餐膳餐，咁你另一個要照顧佢噶嘛，咁你冇可能我個捲入去個人度噶嘛。假如有衣帽間啦，咁究竟我個衣帽間嘅位置係咪真係除咗衣帽間會唔會有多餘嘅空位俾佢將來嘅準備呢？咁的而且確，而家嘅衣帽間只係沿住牆身做咗一排曲尺形嘅衣櫃，就冇多餘嘅櫃體同埋雜物，咁就可以減少棘親嘅風險。咁我哋而家就嚟到主人房嘅位置啦，見到嗰個地板咧同出面有啲唔同喎，可唔可以介紹下係啲乜嘢物料咧？你見到呢一隻其實係一個日本嘅膠地蓆嘅物料嚟嘅，咁佢好得意嘅呢一個咧，其實佢有種啡啡地嘅同埋藍色嘅幾何嘅 pattern 啦，咁樣其實佢呼應咗我哋嘅木嘅家私啦，咁亦都咧佢可以好方便咁樣打理清潔到，因為係個膠物料，咁同埋我哋特登咧都揀咗個 handle 嘅，你見到係格仔，咁樣就可以配襯翻去咧，成個色調個空間都會連係翻。咁講翻成間屋嘅顏色配搭方面，主人房裏面嘅膠地蓆主要係點綴作用。顏色方面分佈咧，其實我哋好簡單，用咗2種嘅。第一種就係一個胡桃木色，咁但係另一隻咧，我哋用一個比較暖色系嘅感覺，做咗唔同嘅位置啦，類似有個幾何圖案嘅地下啦，一啲類似半暗花嘅白色嘅膠板啦，顏色個分配其實你係有種暖暖嘅感覺，令個佈局更加舒服和諧多啲。咁轉過去客房參觀下啦，而家就主要做咗戶主嘅書房，見到都擺咗張幾長下嘅書台㗎。咁客房呢一度咧，繼續就有一啲條紙嘅元素出現啦，但係因應呢一間係書房嘅關係啦，咁所以呢一度咧就係轉用咗一啲磁石板，咁啊方便戶主咧做嘢嗰陣可以黐啲 memo 紙喺上面啦。咁書台側邊都有層架，方便收納文件。嗱，再唔係另一邊嘅到頂儲物櫃，都有大量嘅收納空間。呢一度甚至珍藏埋戶主心愛嘅相機。咁最後睇埋廚房啦，咁估唔到喺櫥櫃都可以見到明顯嘅線條設計，同埋再一次都見到胡桃木色配暖色調嘅主題。咁廚房咧就加深咗工作台啊，所以咧你見到而家都擺到個幾深幾大下嘅星盤啦。咁另外因為咧擺廚房嘅電器咧，主要就係得爐頭同埋抽油煙機，咁所以咧上下兩邊嘅櫥櫃咧都可以用到盡晒去做收納空間啦。咁因為戶主想有多啲嘅儲物量，所以設計師就將洗衣機同埋雪櫃分別擺咗出浴室同客廳。咁樣嘅設計，我覺得如果想有多啲空間擺嘢嘅朋友都可以考慮㗎。始終香港地好多廚房都唔係好大，咁如果空間許可嘅話，都可以將一啲大型家電擺出去其他位置。咁總結返今次呢一個單位嘅裝修費用，大概用咗120萬，其中物料、家私、木工同埋門呢一啲嘅工程費用就最多，去咗大概56萬。其次就係鋁窗同埋冷氣工程，大概18萬。40幾年前嘅沙田第一城，交通冇今日咁方便。入伙初期都係得62R 一條非專營嘅巴士路線，來往屋苑同九龍塘。咁其後先至陸續加入其他路線，去到今日唔單止有超過10條嘅巴士路線可以選擇，住戶仲可以經馬鐵出入。對於有揸開車嘅朋友，屋苑都供應足夠嘅車位，月租大概2200蚊起步，售價就大概80萬起。咁好似今集單位嘅屋主咁樣，買沙田第一城做退休居所，日常買嘢、出入交通都唔成問題㗎啦。只不過屋苑樓齡始終有返咁上下，都要留意返啲維修責任。咁而家屋苑已經做咗部分嘅維修項目，包括就係翻新大堂、外牆等等。
而住戶每一個月除咗要俾管理費，仲要俾資本性基金供款，去到應付一啲非恆常性嘅維修項目。咁詳情都可以 click 翻右上角嘅連結，去睇翻我哋之前介紹沙田第一城嘅影片。嗱，平時睇啲設計單位咧，通常咧係做完設計先至買傢俬噶嘛。咁但係呢一度咧就調翻轉啦，佢就係因應幾件嘅傢俬咧，而再去定調成間屋嗰個設計主題。但係出到嚟咧，我覺得個效果咧都幾靚同埋幾統一和諧噶。咁啊，換轉如果大家有機會裝修嘅話，你又想保留啲乜嘢傢俬咧？咁都可以留言講下㗎，有機會獲得咖啡禮券。咁最後啦，中意呢條片嘅話，記得俾我 like 支持下我哋啦。